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是我自主配方的欧式面包。首先水99克，因为这个配方我用的是自家的天然酵母，完全没有用速发酵母，配方也是完全无糖的，所以我会习惯加一点麦芽精，这样的话它的烤色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，大概是1.3克左右。如果你们家没有的话，那就可以省略掉了。麦芽精呢是麦芽的提取物，不是麦芽糖或者是蜂蜜可以取代的。把它和水搅拌均匀之后倒进搅拌钵。接下来是156克的鲁邦种，水和面粉的比例是1:1。自己家的话，如果没有培养的鲁邦种，也可以用速发酵母来做一个波兰种替代它。做法呢，我会贴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里。把鲁邦种放入搅拌钵，然后和之前的水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是高筋面粉104克，我希望它相比一般的欧式面包柔软一些，所以我混合了一定的中筋面粉，大概是78克。如果你们家没有中筋面粉的话，可以直接全部用高筋面粉就可以了。先称5克的盐，等一下备用。稍微搅拌一下，直到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子和保鲜膜，静置30分钟，让它进行水合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加快后面的揉面过程。如果你是用手揉的话，那我这里推荐你静置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，到60分钟左右。之后就可以开始揉面了，把刚才称好的盐均匀的撒上去，然后开启机器进行揉面。如果你是立式的搅拌机，我建议一开始用低速打3到4分钟，然后再转成高速。等到面团开始成型的时候，加入5克的黄油。这个配方加黄油的原因是为了让面包里面更为柔软，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。然后继续揉面到面团出现薄膜之后，再加入蔓越莓干52克，继续搅拌到均匀就可以了。拿一个干净的发酵钵，擦上一点油，防止它沾底，把面团放进去，然后再盖上保鲜膜密封。我这里用的是保鲜袋，不管你用的是什么，其实只要能够防止水分流失就可以了。常温发酵1到1.5个小时，然后放入冰箱。隔夜发酵的时间记住要控制在8到18个小时之间，千万不要超过20个小时。隔夜发酵的好处是可以防止面团过酸，然后也可以发酵得更彻底，风味会更好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拿出昨天隔夜发酵的面团，今天已经有这么大了，然后放在室温下让它回温30到1个小时，在面团和桌上都撒上一些面粉，然后把面团倒出来，轻轻的排气，尽量要保持一些气孔在里面，然后对折，再对折，整成一个圆形，用布或者保鲜膜盖起来，松弛15到20分钟。然后我们进入最后的整形阶段，还是一样的，整成圆形。尽量保持面团的气孔，不要排气排得太彻底。准备一个发酵的藤篮，撒上面粉。如果你是新买的藤篮，记得要多撒一些，这样才不会粘住。没有藤篮的话，用一个大小合适的碗垫上烘焙纸或者是餐布，撒上面粉也可以。把面团倒过来，光滑的面朝下，放进藤篮，稍微把底部粘紧，然后放入保鲜袋。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，用布沾湿了盖上也是可以的。常温26度到30度，发酵1到1.5个小时，直到它变成大概1.5倍大左右就可以了。最后进入烤制阶段，准备一个合适大小的带有盖子的铸铁锅或者珐琅锅。这里必须提一下，铸铁锅的成功率是最高的。如果你没有耐高温的玻璃，那用陶瓷锅或者铁锅也是可以的，就是效果会比它稍微差一些。用烤箱最高温预热25到50分钟，直到你的锅子变得非常的热。我的烤箱最高温度只有230度。然后把面团从藤篮里倒出来，放在烘焙纸上，用一架最锋利的刀子在上面划上一个大口子。这个口子划得好不好，对你面包的膨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最后将划好口子的面团用烘焙纸拎起来，放进铸铁锅里。这一步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烫伤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进烤箱，230摄氏度烤25分钟。如果你的烤箱最高温可以到250摄氏度的话，那其实只要20分钟就够了。25分钟之后打开盖子，230摄氏度再烤上20分钟，让它上色。20分钟之后检查一下面包的中心温度，如果它高于98度就说明它好了。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轻轻的敲击，只要能够听到咚咚咚的声音，就说明面包烤得非常的完美了。在这个时候放在网架上放凉1个小时或者以上，直到它完全冷却之后就可以切开了。切开之后，里面不均匀的夸张的气泡是这个面包非常成功的证明。外皮是酥脆的，里面是柔软的，加上香甜的蔓越莓干，面包本身没有加糖，而且是天然酵母长时间发酵的，是一个对身体比较没有负担的欧式面包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大家长按点赞3连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